尔滨位于中国东北，全年平均气温只有5.2摄氏度，是一座被冰雪环抱的城市。冬季虽然严寒漫长，但冰雪无法掩盖哈尔滨人民的热情。他们用冰雪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独特风景。冰雕、雪雕、松花江上的冰雪大世界，每年冬天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。这一次，我们终于也来到了哈尔滨。接下来，跟着我们的镜头，一起感受一下这座冰城的魅力吧。哈尔滨机场把网约车的信息显示在这个电子屏上，这样大家就不用出去等了，车来了再出去。我们现在第一站来极地馆看逃学企鹅，现在还没有开始，只是一些歌舞表演。但是这人已经老多了，从这窗户这可以看到企鹅，再看。看企鹅逃学了，企鹅上网吧，你这不对的。我们是淘气的淘啊。对。来招待全国各地的好朋友。那个背着橘黄色书包的，他的叫做淘淘，更响亮，更会整活，更能够吸引到我们可爱的企鹅社会。这太可爱了吧！我们最前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成功将企鹅小队吸引过去了啊！我们这一侧所有好朋友，如果想近距离观察企鹅的话，喊出他的名字：淘淘，淘淘，淘淘。哎，挠我屁股！哎，好了，冷静，停。好可爱！好呆呀！这是北极狼。一直在里边走来走去吧。我们现在要去找个饭吃，太冷了。一进室内，我的眼睛就已经结了一层雾。我们进了一个小锅糊饼的店，点一点东北菜吃。这有个没见过的东西，像是烤玉米粒儿，是这样的。这还有免费的玉米面粥，俗称恩西玛。上就是20分钟。好，我们点的这一锅筋头巴脑好了，这个外边这一圈是刚才现铺的饼子，经过这一顿它就已经蒸熟了，然后底下就是肉和土豆，还有胡萝卜。这是吃得下嘴的吗？还有辣条啊！糖葫芦，多少钱一串？现在是下午3点半，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。我们到了这个雪博会，雪博会这里有非常多雪做的雕塑，包括门口这个超级大的雪人。我们现在进去看看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这个雪雕是怎么上色的？其实这个雪人的鼻子和他的手套都是裹了一圈彩色的布。这边的指示牌都有3种语言：中文、英文和俄语。这里的一切都是雪做的。俄罗斯套娃，应该就是松花江吧。都结冰了，随便上的都。我们去吧。
这都是雪做的，很硬的雪，雪压得很实了之后做的雕塑。这里有雪雕，也有上颜色的，像这个，它就是涂上去的颜色。它表面上涂了一层粉，看那个角落上有人把那个粉给刮掉了。这个是黑神话悟空的雪雕。这里有一个温度计，它显示我们现在是零下13度。但是手机上显示，现在哈尔滨是零下16度。是软的。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正在创作的雪雕，这应该是策马奔腾那种造型。你看上面有工人正在凿。这是青花瓷，但它颜色有点掉了。这个其实挺漂亮的。嗯。这是一个大的雪做的滑梯。这雪博会里边也有一个冰滑梯，这个滑梯稍微小一点，然后它4点半就已经截止排队，现在4点出头就已经不让领那个滑板了。然后我们到的时间比较晚，现在已经不让我们玩了。大家可别像我们一样傍晚才来雪博会。工作人员说雪博会是白天玩的，雪博会晚上5点就关门了。排不上那个大滑梯，我们来玩一个免费小滑梯。其实那个大滑梯也是免费的，但是它截止了。啊，我怕把我羽绒服给刮破。那就这样吧，开始了。不用。啊！这个是冰块滑梯，跟刚刚那个雪的不一样。它那个里边也是冰块。哦，那这个就是小型的。全靠自己啊！这整个就是一个冰的雕塑，这个楼梯都是冰块。这个冰真漂亮。嗯，透明的，你看这个冰就透明的，里边完全一点杂质都没有。好硬的雪呀，这里的。现在是下午4点20，天已经黑了。这有一个大冰滑梯，我们没玩着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是啥的，也没玩着。感觉我们这200的门票花的巨亏，啥也没排得上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去了，然后去中央大街再逛逛。雪地里的晚霞还挺漂亮的，大家能看见吗？这个多少钱？好的，谢谢。这个多少钱？15。在哪儿走？我包一下。我买了一个这个15。不是20吗？刚才说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央大街，人好多呀！现在是下午5点多。
倾倒污水等，造成环境污染。练冰练化、晾晒副品、牵绳挂物的行为。哈尔滨的 Zara 都跟上海卖的东西不一样，你看这大羽绒被鞋，上海没得卖。很凉，很重牙齿。刚才看完雪雕，最后感觉只有中央大街的这个楼都是雪雕的。这街道旁边摆了一些假花，要是真花的话，已经冻死了。这路边的凳子都是冰做的，一屁股坐下去，屁股都冰坏了。小孩在上面溜冰呢。路边也有冰雕，我们明天还会看见。这个里边好像是空心的，它里边放了灯。然后你看这个路边的这几个砖块里边放了东西，这个手可以掏进去的，我也来掏。看，是空的。全是巧克力，俄罗斯套娃巧克力。大脸吗？比头还大。这个鹿茸片也是东北这边的特产。鹿茸就是鹿角的横切片，你细看可以看到这个鹿角的纹路。还有个孔。看这个，这个是鹿肉肠，这两个都是29.8块一个，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鹿肉呢。你看这个，它有一个手，刚好。手大了咋办呢？别买。好大的雪王啊！这是雪王自己出资掏钱建的吗？这也是中央大街的一个必吃的小吃——马迭尔冰棍，尤其是冬天，大家都会来买。据说它这个1000能卖几万根。一个原味，一个咖啡。我买了1根原味和1根咖啡的，都是5块钱1根，好火爆啊！这里边挤出来的。这个是手工的冰棍，买来就是长这样的，没有包装。然后这两个味道里边，这个原味就是一股淡淡的奶味儿，我更喜欢这个味儿。另外这个是咖啡味的。在冬天室外，特别是这么冷的天气，吃冰棍的话，不要用舌头舔，不然舌头会粘在上面，可痛了。大家听说过格瓦斯吗？我第一次听是在小时候在电视广告上。你看它这写了格瓦斯的制作过程。先揉面，然后烤成面包，然后切片之后，再把这个面包片烤成面包干，再浸泡发酵，高温杀菌，就成了格瓦斯，就是面包干的发酵液体。格瓦斯跟啤酒的区别就是，格瓦斯是面包发酵的，啤酒是麦子发酵的。买了1根烤红肠，15，这也是哈尔滨这边的特色。这里边应该是肉的，味道咸咸的那种熏肉肠，外边被烤得脆脆的。这拿在手上不一会儿就凉了。这个比别的火腿肠感觉更接近肉，这个有一种烟熏的味道，然后它上面的这些都是带有蒜味儿，整体的肠也带有蒜味儿。
这就是中央大街的尽头，防洪纪念塔。张帅。都是冰啊！我操！现在是晚上6点半，已经快要零下20度了，实在是太冷了。我们决定回酒店休息了，明天早上要早起去逛一个早市儿。那我们今天就回去了。现在是零下24度，早上不到7点钟，我们来了最热闹的这个红砖街早市儿。这是酸菜、杀猪菜，杀猪菜，这边还有一锅羊肉汤。烤饭肠，多少钱一个呀？你要几个？就来6个吧。你要那么多干嘛？油炸糕1块8一个。哦，好看。刚炸的是吧？这油炸糕里边是红豆豆沙馅，有一股玫瑰味儿，玫瑰豆沙馅。咱找个屋的吧，还是？太冷了，点了一碗羊杂汤，这一碗是10块，然后还点了6个羊肉烧麦。这个烧麦我们怕一笼吃不完，是按个卖的，一个2块钱。你看这个羊肉的油，这里边可是肉馅儿的，对于我们南方人吃的糯米馅儿完全不一样。其实这个羊肉烧麦吃着跟蒸饺很像，外边皮是干干的，然后里边是一坨羊肉。鸭蛋黄、蟹黄肉包饭啊！这家的特色是这个巧克力油条。来，宝贝，你的动力车装点好了，你要一个。我们这家都有30多年不生产这玩意儿了，就是去年10块3个，你闻闻还有香味儿。这种东北老物件，可以给我加一点吗？没事，咱们就谢谢。你自个挑好看的壳，你挑那好看的贝壳。你坐飞机还有点香味儿。豆浆你还得花好几块钱买一杯呢。20特色豆浆免费。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。听见原味儿啊。买不买没关系啊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来来来。买点豆包。
微信收款16元。茄子吗？这锅包肉都已经先炸好了，直接裹汁儿就行。这么大的山楂块儿，果丹皮。来，往这边排。有没点餐的？我2份。在前面吧。微信收款4元。来这干嘛？来，干啥？我们昨天在中央大街15块买了一根烤红肠，千万不要学我们吃亏了。这个红砖岛社才卖8块钱一根。这是我刚买的蛋堡，猪肉馅的，4块。好久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。刚才我脚太冷了，我就想去路边买个鞋垫儿。那个路边那边是10块钱一双，还是普通的毛的。然后我走到这个小超市里边，它只要3块钱一双，还是自发热的那种。老板说能垫10个小时。我现在脚上可暖和了。这个小店儿就在红砖街的这个中间这一条大马路，往这边过来一点，这街边的一个小超市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——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。我们准备在这儿玩1天。现在还不到9点钟，但是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。大家都想从这儿早点进去，排上那个大滑梯。刚才我们排了老长的队了，结果这门一开，大家呜用一下往里挤，根本就是白排了。现在全堆在这儿。现在是9点25分，距离放票还有5分钟。这个超级大滑梯的队伍已经排的看不到头了，但其实现在还没放开预约呢。这些排队的人也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坐上呢，但大家就去排了。然后刚才有个工作人员说，也劝不住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开始排。我们一进来就约上521米大滑梯了，9点半这一场还挺好约的，一进来就约上了。走2里地了。这个是300米的滑梯。来吧，放手啊！摘了，帽子也摘了。抓绳，挨着套绳，套绳别老。好了，双手抓绳。
非常刺激。它前面感觉是缓缓的，但是中间突然有一段开始陡坡急速下降，然后这个500多米真的很长，中间它那个冰有点不平，然后就会一直这样抖。我还拍了一段第一人称视角，挺好玩的。好了，开始。哎，美女，谢谢。哎呀，慢点啊，慢走。真滑呀，这冰真白、真纯净、真滑。我们还得找一找这冰上有没有血迹，就是有一个倒霉的人，他用舌头去舔了。直接过去啊，不用排队啊。来个这个。为什么我这么滑？我也不滑了，现在。第一摔在这个冰地上，就是这个坡给我害的，从这上面溜下来，摔了个屁股墩儿，手腕还扭了，痛死了！我现在已经如履薄冰，不，如履厚冰。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雪块上面雕出了我们看到的那些雕塑。这边修了一个舞台，不知道是要干啥的，但是我听说这边晚上会有蹦迪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蹦。啊！这还有一个，好像不太够。你看它这冰块真滑真亮啊，感觉这一面已经被人摸得滑了。我现在要模仿一个 Elsa，Let it go，Let it go。行了，哀人地狱。我后面这个建筑，相信台湾的朋友应该都认识吧？这里的冰都是从松花江有专门的运冰车队运到园区来的。听说今年一共花了30万立方米的冰块。
好。哎，行了行了。这有一个大雪雕，这还有个门可以进去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是个洞，穿过去。是雪，这肯定是雪。哦，这边是雪雕。这些雪雕里边是有真的房子的，他们做成了旅馆，可以直接住在里边。现在是11点整，我们抢到了一张摩天轮的票，现在我要去坐了，老张就留在下边等我。这里边有一条鱼，好大一条，这肯定是假的吧？你看它得有我人那么长呢。蓝鳍金圈一条。这里有工人正在制作冰雕。我现在已经排上了这个摩天轮，但是预约成功的人还有这么多。我现在进来了，这个摩天轮里边的空间还挺大，一个摩天轮里边可以坐10个人。摩天轮上面可以看到底下的大雪花迷宫。这底下还有一些麋鹿呢，视角确实不错。远处的那个池塘都已经结冰了。我一说3亿就开始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最高的地方了。我现在在摩天轮的最高点，这里可以看到500米的那个滑梯，还可以看到园区内的其他的冰雕。现在可以看到摩天轮的影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滑梯真的很长，下面的人就会像蚂蚁一样。这底下是一个巨大的空地，像是可以用来做滑雪场。现在出去了。啊！我现在已经从摩天轮上下来了，大概坐了20几分钟，接近半个小时的样子。那个摩天轮动得非常慢，而且它是完全不停的，在你上去和下来的那个时候，那个车厢仍然在转，就你得趁机跳上去。现在已经是12点了，我们找点吃的去。烟囱大面包，这个就是这边的烟囱面包，上面是冰淇淋，我们买的是原味的，下边是烤面包那个圈圈，还表面还沾了一些白砂糖，25一个。这就是我刚刚在摩天轮上看到的那个雪花大迷宫，现在我们进去转转。
我还以为这个冰淇淋是直接挤到这个面包桶上的呢，结果你看，你们能看清吗？这里边套了至少得有5个这个蛋卷。对，这个冰淇淋的这个底托，太坑了。哎呀，哇，你这个太丝滑了，这。大家看我的鹅蛋大钻戒大不大？大钻石。啊！现在我们来体验这个冰上自行车。这个自行车只有1个轮子，前面2个是板子，但是可以控制方向的。看一下，刚才我玩这个冰上自行车，我们选的那个单把的，它前面有两个平的那个塑料板，它底下会沾上雪，导致这个车把方向特别不好控制。我都已经偏成这样了，它也没拐弯，然后是很容易跟别人撞上的，而且骑的时候也很费劲，特别难骑。所以我们现在去玩滑冰去了。挺会呀。我们排了得有半个小时了，马上就要进去了。进去这屋之后，换上冰刀就可以去溜冰了。不行，再外挖一点，看我都要这样了。对，身体往前倾，往前摔了也摔不快。啊！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人明显变多了很多。现在是下午3点40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我们玩滑冰玩了2个小时，这是我第一次玩滑冰，我觉得可好玩了。虽然我摔了几跤，但是也没什么大事儿。而且这个滑冰场提供了那个小海豚，那个扶手就供我们这种新手菜鸡用的。那个东西真的很有用，它能让你一直这样前倾，然后摔倒的时候有一个扶的。现在天快黑了，但是这个滑冰场还排了这么长的队，然后那边的冰雕已经亮灯了，我们现在去看看。到了吗？果然大家都是下午到傍晚时间才来的冰雪大世界，这现在的人比白天要多好几倍。靠捡手套都能过日子了，这看见好几只了。这些冰雕开灯之后，晚上太好看了，天越黑越好看。是不是？琉璃世界。刚才我去厕所，厕所里边挤满了人，这些人都不是来上厕所的，他们就是在
厕所旁边的暖气片旁边取暖。大家在外面站得太冷了，还好我们俩刚才滑了2小时冰，运动了，现在一点都不冷，甚至还有点热。这个滑梯晚上也亮灯，还挺好看的。进来的游客每天每个人可以预约3个东西，一人只能预约1次，也就是每个人每天如果你都要玩遍的话，你得预约3次。一次是这个300的滑梯，还有一次是后边那个500的滑梯，还有第3个是摩天轮。然后我们俩玩了500和摩天轮，没有玩这个300的。这么不滑吗？我身后这个排长队的是汽车芭蕾秀，就是一些跟汽车和摩托车相关的杂技表演。这排队排的，咱们也不去了吧，咱们要去蹲那个梦想大舞台的雪地蹦迪。梦想大舞台野地蹦迪还有1个小时左右开始，我们就已经在这排队了，这已经围了3层了。吃个饼干，这个是俄罗斯的这种什么这个绿头娃娃，这个饼干随便买的。看谁最帅谁最帅，我最帅我最帅，谁最丑你最丑谁最丑。是不是太无聊了这是？大娘，你给我睡个裤子，多吓人呢！蹦完迪了，我们站在那中间人太多了，而且离舞台太远了，啥也看不见，就瞎喊。然后还有几个那种歌，我也不会唱，离这个时代有点太远。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嗨的，后面几位大哥唱得也很卖力，然后就是手也拿不出来，太冷了，手套这样鼓掌也没有声音，就揣在口袋里这样瞎蹦呗。总体节目感觉比较一般吧，就是可能主持人在的那一块那个氛围好一点，我们这种太偏太靠后的没有感觉什么，就也不知道他们在瞎喊啥。接下来我们就可能就回去了，去找点吃的。小心台阶啊！回家不要忘了他准备。
来了中央大街的一家俄式西餐厅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门口摆了一架大钢琴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贵重的那种装饰，我们以为价格会很贵。上来的时候，完了坐了几个外国人，被这个装修给吓了一跳。然后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，专门在这里现场拉音乐给大家听。但是我们实际看了菜单，好像并不是很贵，然后服务员也很热情，待会儿尝尝看。它这个上面还冒着气泡呢，看一眼。乍一喝很像可乐，然后它的回味像麦子的那种香味儿，不怎么甜，就是全是那种麦子的香味儿，很像啤酒，但是没有啤酒那个涩味儿。这是我们点的一份软煎马哈鱼，这是上面有2片鱼，分给了老张一块儿。然后这个鱼叫我们趁热吃，它旁边有几种酱，这个是柠檬挤上去的，这我刚刚已经挤过了一点，没剩多少。然后这个是辣的黄灯笼酱，我刚刚尝了一下，这个是酸黄瓜。先来一口原味儿，外面裹了一圈蛋液，然后里边的鱼稍微有点咸味儿。居然是鸡蛋煎鱼，尝一下这个辣酱。我喜欢这个辣酱，就是挺辣的，但是带有一种清新的香味。这个是工作人员给我们推荐的俄式灌牛肉，灌就是罐子的罐，应该是用这个罐子煨出来的那种，看起来像是罗宋汤底加上牛肉。这我猜对了，就是番茄汤底的炖牛肉。这是我最好奇的一个俄式红菜汤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红菜是什么东西。整体是西红柿的味道，西红柿配上一个什么奇怪的菜的汤味，其实底下也全是西红柿和胡萝卜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这个是红菜。有小伙伴知道红菜是什么吗？这里面还有几块牛肉，这一碗18块钱。这是一个鸡肉串。这上面是咖喱吗？不是，它是烤的，上面不是咖喱。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一个烧烤料，然后咱们可以蘸着吃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上面黄黄的，我以为是咖喱呢，他说不是。吃了一口没有蘸料的，汁水非常充足，一点也不干。这个是一个烧烤料，蘸一点。这个烧烤料没有什么味道，一点点孜然味和花生的香味。最后一个菜是这个什么肉饼，它这个酱估计是沙拉酱，这边还有这个辣酱啊，蘸的太多了。好厚实的一块肉饼，我觉得我吃下去就已经饱了。像汉堡里的，然后它里边还有一些菜。它的肉做的很厚、很碎，就是嚼起来非常的绵密。这个菜吃不出来是什么菜，表面上还有一层面包糠。吃完了，
这一顿一共花了269，还行，在上海的正常价格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洗浴中心，来泡个澡，搓个澡。这是我第2次搓澡，也是我第1次一个人来搓澡。我觉得如果有南方人跟我一样对搓澡没有什么经验，来北方搓澡也不用担心，因为这里的搓澡大姐们都会很热情的指导你第1步、第2步应该怎么做。搓完之后非常的放松，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身上又清洗掉了一层脏东西，觉得整个人都轻盈了。别看我好像每天都洗澡，但是认真一搓还是有泥的。搓完澡之后，大家都会来这个大厅里休息。这个大厅有很多的小屋，大家可以在这过夜。然后还有套餐里面提供的免费无限量的水果。这有个冻梨，冻梨外边是黑的，里边是白的。它就是梨放在外边冻成了这样。我第1次吃的时候有一种烂梨子味儿，但是你就是认真吃，或者你吃里边的肉，是很清甜。The next day， 我们从洗浴中心出来了，昨天晚上就一直睡在大堂里，那个大堂人很多，大家就这样横七竖八的躺着。我们的这个洗浴价格是团购价150左右，它的价格其实是包括室外温泉和搓澡的，但是我们昨天因为到得太晚了，没有去室外温泉。大堂里睡觉实在是太吵了，这也是我第1次跟那么多陌生人在一块睡觉，感觉还是挺奇妙的。昨天滑雪滑得太猛了，今天早上起来腰酸背痛。那我们现在去找点早饭吃吧。我们在一家包子店点了几个包子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是排骨豆角的包子，我第1次见排骨的包子。吃完再给他买吧。其实它应该是把排骨肉都剔下来了，所以不会让你边吃边吐骨头。这里还有一个牛肉包子和西葫芦馅包子，这个牛肉包子都透油了，这看着就好吃。让我来尝一口。好大的馅，看看。好大的肉馅。这里还有一碗鸡蛋糕，就是蒸鸡蛋，3块。它上面撒了一层什么油？菜的油。这个是辣椒焖子，就是辣椒跟鸡蛋一块蒸。这个我之前吃过1次，还挺好吃的。辣椒和咸肉。这个排骨包子里边，我吃到一半才发现它真的有带骨头的排骨，能看见吗？这一块骨头，这太神奇了！这个包子才4块钱，还能有真排骨。你们东北管韭菜鸡蛋虾仁叫素3鲜啊？我们刚刚打车来了816场，然后在路上查的时候发现周1闭馆，但是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之后发现，只有版画博物馆周1闭馆，这楼底下还是可以参观的。这整个楼就是以前816场的原址，它总共有6层，本来4、5、6层是博物馆供大家参观的，但是今天闭馆，所以我们只能在下面看看了。很多人听到816场可能会觉得很耳熟，就是小的时候常看电视广告里面就经常出现816场的广告，比如那个老头的那个盖中盖，还有3星口服液什么的。
还是挺高的。哈幺6厂的工厂建得这么豪华，使用的是巴洛克风格，它的内部也是金碧辉煌，这个外边也非常的大，现在都供游客在这儿免费参观拍照，甚至他自己还把自己戏称为东方卢浮宫，可见哈幺6厂当年的生意做的是多么大。像我小的时候看电视，很多电视广告也都是哈幺6厂做的。比如说我现在还能说出来的台词是，有一个大爷扶着楼梯说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儿，然后还有那个护童小儿安心黄大米颗粒，这个名词我到现在都能说得出来，可见当时这个广告是重复了多少遍，已经植入了我的脑海。胖胖了，稳！胖胖了，小了，有没有人啊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们现在来了圣索菲亚大教堂，现在是中午，这里还是很多人，那个教堂顶上还有一点雪，这样远看下来挺好看的。索菲亚大教堂以前曾经是远东最大的东正教大教堂，但它现在里边已经改成了建筑艺术博物馆。我们现在买票进去参观了，今天是周一，门票15。当年哈尔滨也是非常繁华的呢。索菲亚大教堂进去2分钟就出来了，里边不是很大，然后贴了一些历史的照片，展示了一些复制画什么的，门票也不贵。那我们现在发现了这附近有一家自助盒饭，来东北怎么能不吃自助盒饭呢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了。我到了，这牌子上写的13元一位，我进去瞧瞧吧。
随便一样打一点吧。蒜拌茄子。3元。那份给我拿吧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老张点的，我俩个也太客气了，就点了一点儿。吃得干干净净，回去吧。少了啊？嗯。出来了，这个自助盒饭是我们随便找的就近的一家，味道还可以。那个锅包肉，肉有点厚，虽然没有那么酸甜，但是整体调味还挺好吃的。我看好多本地居民，还有一些外卖小哥，他们中午就来这儿吃。13块钱还挑啥呢？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机场了，准备回去了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去了，现在在机场，刚才把身上的厚衣服、厚裤子都给脱了。来到哈尔滨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跟大家感觉的一样，热情又寒冷。因为气候的原因，这里的很多生活习惯，一些很细小的东西，都会跟我们南方的感受和常识不太一样。如果没有来过这种北方很寒冷的地方的南方人，确实可以来一趟。印象最深的还是冰雪大世界的夜景。晚上冰雕里面的灯亮起来了之后，真的能感觉到那个冰雕是一个设计非常精妙的一件艺术品。灯非常好看，然后照射在那个冰雕上，那种美轮美奂的样子。这边的物价真的很便宜，然后人也很热情，你随便找一个陌生人，他都能跟你聊天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